事？你怎可如此粗鄙？小儿好歹是你亲妹妹，她尸骨未寒，你竟要夺她口粮，有辱斯文，有辱斯文呐！爹，斯文能当饭吃吗？咱们被流放这半个月，全家饿得只剩皮包骨了。妹妹反正是病死了，早死早超生，别耽误活人喘气。死丫头手劲儿还挺大，给我撒开！这是了，抢死人东西，王氏，按公司规章制度，侵占他人私有资产，我是可以当场将你开除的，懂吗？你个死丫头中邪了，说什么胡话！吵什么吵？都活腻了是不是？刚才谁喊死人了？死了赶紧扔路边喂狼，别耽搁爷赶路。官爷息怒，没死，小女只是睡着了。没死也快了，再敢拖慢行程，老子现在就把你们就地正法！慢着，官爷，动手之前，咱们不如先聊聊你的 KPI。什么屁话？什么屁什么哎？朝廷律法规定，押解流放犯人，解差的赏金和犯人的存活率直接挂钩。若是抵达时死伤过半，官爷不仅拿不到赏银，还要挨板子，对吗？这规矩是内部的，这娇滴滴的千金小姐怎么会知道？你敢威胁我？不，我是在帮官爷完成业绩，这点小意思全当请官爷喝茶。这丫头的气场怎么比大理寺的尚书还要害人？给我们2壶干净的水，外加5个馒头。接下来的路，林家绝不拖后腿。双赢买卖，干不干？哼，算你懂规矩。半个时辰后出发，再有人耗丧，绝不轻饶。大检潮流放，就当是一次高难度的新项目开荒吧。都给我站好！我知道你们还没搞清楚状况，那么我现在正式通知各位，曾经那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林家已经破产倒闭了。从现在起，这支在绝境中求生的创业团队由我林晓全权接管。荒唐！避忌私臣，我乃一家之主，哪有你一个未出阁的丫头指手画脚的份儿？一家之主，爹，请问您这个一家之主，刚才除了念诗，对团队有任何实质性的产出吗？我那是讲道理，讲道理换不来粮食。还有你们，大哥遇险只会爆头，抗压能力为0，大嫂趁火打劫，道德败坏。规矩我只说一次，在我的团队里，不养闲人，实行案件记仇考核。大哥推车，大嫂挖野菜，爹安抚娘，完不成 KPI， 接着饿肚子。我是林家长子，你凭什么使唤我？凭什么？凭现在全家的口粮都在我手里，凭我能保你们的命。你不服，现在就可以提交辞呈，咱们立刻分家。你自己滚去荒山引喂狼。爹，我刚才去解宫，偷听到2个解差的对话。什么对话？解差说，明天一早咱们就要正式踏入西南地界了。前面那一带叫鬼门关，那里瘴气弥漫，毒虫遍地，还有当地的蛮族部落。听说上一批流放的犯人3个月不到就死绝了，爹，咱们没活路了。闭嘴！瘴气毒虫，未开化的部落，没有任何朝廷势力的干涉，没有任何成熟的商业竞争对手，遍地都是未被开发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。这哪里是鬼门关？这简直就是一片竞争对手为0的绝对蓝海！都别睡了，
立刻给我起来开会，准备迎接我们林氏集团进军西南市场的第一战。刚才大哥带来的情报，想必大家都听到了。前方西南是毒虫遍地、蛮夷横行的三不管地带，但在我眼里，这叫下沉市场，无竞品蓝海。蓝什么海？掉海里还不得淹死？闭嘴！现在是 CEO 讲话时间，不许插嘴。以为流放只能等死？错，我要带你们建立商业帝国。现在，我正式给各位大梗变质下发 KPI。爹，你饱读诗书，最擅长引经据典和长篇大论，我任命你为林氏集团首席公关总监。胡闹！什么狗屁公关？老夫岂能沾染商贾建业？建业？爹，孔圣人周游列国，难道不用筹措盘缠？遇到打劫的，你是准备求饶，是用圣人之道去教化蛮子？爹，教化蛮夷，青史留名啊！教化蛮夷？你是说让我用儒家经义去跟蛮夷讲道理？对，讲不听就骂，这就是你的 KPI。娘，你别哭了，你手里紧紧攥着的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是离开京城前，娘亲手调配的苏合香。很好，当年你是调香高手，我任命你为首席产品研发总监。产品什么？西南遍地草药。娘，你的鼻子就是咱们家最大的金矿，明天看到有气味的野草全采下来，这是咱们第一件爆款。哥，当年你斗鸡走狗、三教九流都能搭上话吧？好汉不提当年勇。不，这就是你最核心的竞争力。脸皮厚，社牛，任命你为市场妖总监。我们要搞钱，你的嘴就是刀。原来吃喝玩乐混圈子也能被夸，我又行了。大嫂，小儿，你说嫂子能干啥？大嫂，你抠门，爱占小便宜，为了半个窝头能跟人拼命，在这个残酷商场里，我太需要你这种人才了。我正式任命你为 CFO， 也就是咱们家的账房大管。账房把钱交给我管？对，以后咱们赚的每一文钱，哪怕是一棵草，都要过你的手。对外谁敢压价，你就往死里骂，绝不吃1文钱的亏。对内严格控制预算，年底要是有了盈余，我给你发年终分红。小儿你放心，只要钱进了老娘的口袋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掏走一个子儿。很好，团队初建完成。教化蛮夷。今晚睡个好觉，明天一早踏平西南。行了，前面就是西南鬼门关苗蛮子的地界，朝廷有令，入此关生死由命，老子可不陪你们送死。官爷，别走啊！就这么把我们扔在瘴气林里，这不是让我们给野兽加餐吗？喘不上气了。这是西南特有的毒瘴，吸多了会七窍流血的，天要亡我林家！慌什么？遇到突发系统故障，首先要做的是寻找替代方案，而不是在原地写遗书。林夫人，也就是我娘，身为咱们团队的产品部总监，这草你认识吧？这是臭钱黄和蛇面门，味道极冲，但能解百毒避蛇虫。很好，这就是我们第一代防瘴气产品的原材料。所有人立刻揉碎涂在人中，剩下的嚼碎含在嘴里，快！活过来了！汉人竟然敢跑进我们黑水部落的领地！抓起来！男人祭山神，女人带回去做奴隶。小儿啊，快跑吧！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啊！跑？往哪儿跑？没有 KPI 是能靠逃避完成的。爹，你不是一直抱怨朝堂黑暗，没人懂你的满腹经云吗？说明他们要杀人呢？错，这说明这里是一片文化沙漠，说明他们是极其下沉的蓝海市场。爹，《论语》有云：有教无类。孔圣人当年周游列国，不也是为了教化天下吗？现在考验您是不是真名士的时候到了。只要您能用儒家思想感化他们，您就是西南边陲的第一圣人，您的名字将和孔孟并列，载入史册。圣人载入史册？爹，我正式任命您为首席公关总监，
现在去拿下您的第一批客户。我杀过那么多汉人，哪个不是跪地求饶？这老头怎么跟公鸡一样？老骨头，你不怕死？放肆！站没站相？刀是这么拿的吗？手腕虚浮，脚步不稳。你刚才鬼吼鬼叫什么？你个汉人老狗，不怕我一刀？我怕你气血两缺，英年早逝。看看你这副尊容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偏要在脸上涂泥巴，你对得起你阿妈吗？大不孝！这是我们部落勇士的标志，我阿妈没说。你阿妈那是懒得说你。再看看你这指甲缝里的陈年老泥，光天化日袒胸露腹，成何体统？乖乖，爹这是把当年在朝堂上骂御史大夫的劲儿都使出去了。很好，客户已经陷入了自我怀疑，接下来该进行思想植入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你们原本也是淳朴之民，为何要沦落到打劫为生？老头少废话，我们黑水部落地盘贫乏，不抢汉人怎么活？愚蠢至极，翻译成白话就是打家劫舍是没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。可持续什么？打家劫舍是没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。可持续什么？抢来的几件破衣裳，能让老人有药吃吗？能让孩子读上书吗？这叫积泽而渔。你们应该停止劫道，修桥铺路，开通商贸，只有互通有无，换回中原的粮食医药，你们部落才能繁荣昌盛。我原本是想上升到百年发展道理啊！老夫乃大燕朝前任户部侍郎，管的就是天下钱粮。上天赐予你们天大机缘，你们却动刀动枪，朽木不可雕也，气煞老夫！来，砍！老夫今日就算血溅3尺，也要做个铮铮铁骨的圣人。别骂了，老先生，我错了，我真的头疼。我不抢你们了还不行吗？你刚才说的那个生财有大道，能不能再详细说说？漂亮，不仅处理了危机公关，还完成了 B2B 业务的初期破冰。林总监，年终奖非你莫属。停！别念了，老子头疼，我不杀你们了，我要把你们带回去交给大土司发落。妹妹，你太神了，爹那张臭嘴居然真的保了咱们的命。别高兴得太早，公关部只负责拓展渠道，能不能站稳脚跟，还得看产品。汉人，算你们有点胆识，但我们西南不留废物。这是我女儿染了怪病，巫医说必须用这麻袋里的神仙草入药，但这草奇臭无比，她宁死也不肯喝。日落前，如果不能让我女儿吃下药并止住瘙痒，统统扔进万蛇坑。这哪里是废草，这是现代千金难求、西南独有的顶级珍稀香料兼药材沉水血蕨，蛮族不懂炮制才发臭，发财了！这是垄断级毒检材料啊！娘，作为首席产品研发总监，您的第一个核心项目来了。小儿，你疯了！那草闻着都让人作呕，哄他吃下去做不到的。太阳可是要落山了，汉人干不了就赶紧滚去蛇坑。娘，你看看地上的小女孩，浑身疹子痛得打滚。记不记得我7岁起水痘，也是这样哭喊。娘舍不得你受苦，就偷偷把苦药熬成膏，加了蜂蜜和桂花，搓成甜甜的小药丸。这就对了，这叫沉水血石，是极品药材，蛮族不懂炮制才发臭。娘，拿出你当年在京城做糖丸调配顶级熏香的本事，给我做成甜的。没有可是，难道想看全家因为你完不成 KPI 而死吗？你不是废物，你是大越朝最顶级的调香大师。给我准备1口陶锅，半罐蜂蜜，1两粗盐，还有后山上开白花的野薄荷。这汉人婆娘刚才还吓得要死，怎么突然敢袭击起老子来了？按他说的办，如果没治好，我亲手扒了他的皮。孩子，吃吧，是甜的。孩子，吃吧，是甜的。阿爹，我不养了，这糖丸真好吃。
神了，真神了！汉人，你们救了我女儿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我黑水部落最尊贵的客人。想白嫖我们首发爆款门都没有。接下来该谈谈技术入股的事了。大吐司，道谢就不必了。我看贵部落漫山遍野都长着沉水血石，不如咱们谈笔生意。生意？哥，市场部该干活了，去把这片山的药草独家收购权给我谈下来，价格压到最低，拿下这单，晚上你吃烧鸡。哎呀，吐司大哥，不瞒您说，我娘这手艺那可是皇宫娘娘们都求着要的秘方。你们空有神草不会炮制，不如你们负责采摘，我们加工，拿去黑市卖，利润咱们3-7分，你们3，我们7，利润咱们3-7分，你们3，我们7。好兄弟，就按你说的办，这后山的臭草全归你们了。空手套白狼啊！这败家仔居然会空手套白狼了！家人们，天使轮融资今天已经正拿到了，明天我们将带着第一批血绝清凉丸进军黑风集市。小二，到了集市，是不是就轮到我上场了？你放心，谁敢压咱们的价，老娘骂得他祖宗18辈从坟里爬出来！嫂子，要的就是你这股狠劲儿。不过，黑风市场被青龙帮把控着，想在他们的地盘上卖药，光靠骂街恐怕不行。那靠什么？靠降维打击。各位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林氏集团第1代爆款单品血洁清凉丹，解百毒、避胀气、治奇痒，只需1颗，药到病除。什么破药丸，也敢来黑风集市招摇撞骗？是不是骗人？客观试试便知。免费试用，无效倒赔10文钱。神了，竟然一点都不痒了！小丫头，这药怎么卖？还好贵，不要急，都有。都他娘的给老子滚开！糟了，是青龙帮的独眼镖，这几个外乡人怕是要狗血倒血霉了。在黑风集市摆摊儿，拜过我青龙帮的山头了吗？这药不错，大爷我全征用了，以后每天产的药全部无偿上交青龙帮，这就当是你们买命的保护费了。你个瞎了一只眼的土匪，青天白日想屁吃呢？无偿上交，你当老娘是做慈善的？在黑市横行这么多年，哪个商贩不是跪地求饶？这疯婆娘怎么敢骂我？找死！找死！你砍！你往老娘脖子上砍！老娘今天就是死也得把这笔账给你算清了。你以为这药是大风刮来的？老娘告诉你，这药草是我们冒着毒账挖出来的，这叫原材料采购费。我婆母熬玉用的老蜂蜜和精烈粗盐，这叫辅料损耗费。那火炉子烧的木柴和熬坏的陶锅叫固定资产折旧，再加上我小姑子的技术入股费，这都是些什么词儿？比我们还会算。以及我们全家跋山涉水的人工物流费，零零总总加起来，这一颗药丸的基础成本起码2000银子。我们按市价卖5000，抛去成本，中间的3两银子才叫净利润。你倒好，上下嘴唇一碰，1分钱不出，连个摊位租金都不提供，上来就要拿100%的净利润。就是当朝皇上收税，大耶律里明文规定也只是10税1。你一个流氓，比皇帝老儿还黑！你这不是收保护费，你这是对我林氏集团的恶意并购加强制破产清算。要命有一条，要钱1文没有。我今天就算下18层地狱，也要在阎王爷跟前告你个偷漏税款、垄断生意的死罪。大嫂，退后，和渠道商谈判不是这么谈的。林总监。市场部该干活了。得嘞，兄弟，动刀动枪俗气啊，格局小了不是？你是哪根葱？鄙人林氏集团市场营销总监，你想不想坐着把大钱挣了？我们林氏给你们青龙帮提供一个独家发财的机会，区域独家总代理。总什么？我们负责技术垄断。我们只要30%出厂价，剩下7公全是你们的纯利润。我凭什么信你？这叫饥饿营销。这药目前只有10颗，让你们帮主拿去给核心客户试用。3天后想做这笔垄断生意，带着500两白银加盟费来找我签合同。记住，过时不候。我们大可以去找其他帮派合作。好，你们等着，我这就回去禀报帮主。哎
呦，那可是10颗药啊，就这么白送给他们了，小儿你败家啊！大嫂，这叫前期市场投放的试错成本，不给点甜头怎么钓大鱼？有了那500两白银的加盟费，咱们马上就能建起西南第一座制药加工厂了。主子，属下刚刚查探清楚了，那几个在楼下大放厥词的人，正是刚被流放至此的前户部侍郎林家。林家，那个号称满门迂腐、全家废物的林家。是，那林家大小姐满嘴黑话，独眼镖都被他们使唤得像条狗。本以为这废柴一家在流放宗路上就该死绝了，没想到他们不仅活蹦乱跳的到了西南，还要在我的地盘上搞什么林氏集团。有点意思。去，把那个敢跟青龙帮收500两加盟费的林家大小姐，给本座请过来。本座倒要看看，她还藏着多少大逆不道的本事。飞鱼拂绣春刀，这是掌握生杀大权的上位者，大燕朝最恐怖的私器。林家大小姐林晓，前户部侍郎之女，半个月前本该病死，如今却跑到本座的地盘上搞什么林氏集团？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这位老板，格局小了，死一个流放犯对您毫无价值。如果您今天杀了我，您损失的将是一个能建立商业帝国的操盘手，一个能让您在这西南边陲实现利润翻100倍的顶级人才。哦，你敢跟本境谈条件？不是谈条件，是谈战略合作。刚才楼下我已经对贵公司进行了初步背调。恕我直言，您虽然武力值爆表，但您的企业管理一塌糊涂。继续编，本座听着。若不能让本座满意，我会亲自把你的舌头割下来。第一，团队缺乏核心竞争力，靠收保护费打劫，这叫重资产低回报，风险高，名声臭，遇到朝廷严打第一个死。第二，人员素质极差，独眼镖沟通全靠吼，谈判全靠砍，在高端商贸中，这种莽夫只会砸了招牌，严重拉低客户体验。第三，也是最致命的一点，您的财务存在巨大的洗钱瓶颈。这女人竟然看穿了我的底牌，我手里的黑钱根本无法光明正大的流入中原。放肆！退下，你继续说。老板，您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白手套，而我们林氏集团就是您最好的选择。我爹是前朝户部侍郎，精通大耶律例和官场人脉；我大嫂是顶级的财务审计，而我能为您提供源源不断的独家产品技术。只要您给我们提供武力保护和初始启动资金，这就相当于您的天使轮投资，把您的黑钱洗成干干净净的真金白银。我们2-8分，念8，您8，我们2。这个女人不仅不怕死，她竟然还敢在主子面前大谈什么洗钱分红、天使轮投资。关键是主子居然听进去了。好一个林氏集团，好一个2-8分账！你成功引起了本座的兴趣，你的战略落合作，本座准了。但那是合作个规矩，只相信放在眼皮子底下狗。本座自然要派人入驻，进行实地监工。从明天起，本座会隐瞒身份，亲自加入管理支管。你要给安排一个符合身份的职位。若是让我发现你们敢玩花样，本座就让你们全家真的被破产清算，酒足消消乐。我去，拉个头居然把最大的黑 boss 招进公司当卧底了。好说好说，既然您要入职，不知老板尊姓大名，我好给您制作工牌。陆应，字无常。好名字，那从明天起，陆先生就是我们林氏集团的 CSO 兼保安队长了。明天辰时打卡上班，迟到扣全勤哦。明天见，林总。小儿啊，那青龙帮没把你怎么样吧？咱们的要钱结了吗？家人们，宣布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。坏消息是我们招惹了西南最大的地头蛇及黑恶势力头子。哎呦，天亡我林家！好消息是，我把那个黑恶势力头子招进咱们家当保安队长了，明天就要来一起打江山了。啥？明天，大燕朝最冷酷无情的锦衣卫活国王就要面对这群奇葩的极品亲戚了。这职场修罗场究竟是谁谁，还真不好说。全体集合，早间召会。指挥使大人疯了吗？
他可是能止小儿液体的活阎王啊！难道真的要在这个流放家族里当什么保安？各位同仁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同事，这位是陆晋，陆无常。从今天起，他就是我们林氏集团的首席安全官兼保安队长，大家欢迎。这家人看到本座这满身煞气，定会吓得瑟瑟发抖，磕头求饶。小儿，你招保安我没意见，但这人看着这么高壮，一顿得吃多少粮食啊？咱们公司现在可是初创阶段，资金紧张。录什么是吧？我问你，你自带铺盖卷了吗？我们这儿可不发被褥。这泼妇居然敢查指挥使大人的铺盖卷儿！我不需要被褥。哎呦，不要被褥最好，省了一笔行政开支。既然是保安，那咱们就把薪酬体系说明白。试用期3个月，没有底薪，包2顿粗粮饭，每天的 KPI 是劈柴100斤，挑水20缸，外加巡逻守夜，完不成扣你半个窝头，听懂了吗？本座现在只需要1刀，就能把这个喋喋不休的村妇劈成2半。陆保安，大嫂是财务总监，负责成本核算，说话直了点，你别介意。要想洗白您的黑钱，这就是必经的基层历练。沉住气，陆老板。好，为了那条能洗钱的商道，本座忍。战没战相，身为我林氏集团的护院，怎可如此杀气腾腾，戾气外露？礼记有云：温润如玉，方为君子。你看看你这眼神，活像要吃人。客户若是上门来买药，看到你这尊凶神恶煞，还以为进的是黑店。给我把背挺直，眼神柔和一点，笑，你得笑脸迎客。让我笑脸迎客？我这大爷第一杀神，在这老酸乎嘴里，竟然连个合格的门童都不如。爹，保安就是要凶一点才能镇住场子。行了，入职培训到此结束，各就各位，准备开工。陆队长，劈柴吧，那是咱们熬药的燃料。记住，这是你的 KPI。我陆燕，3岁习武，10岁杀人，18岁坐上锦衣卫头把交椅。我的刀饮过无数贪官污吏、叛党逆贼的血，而今天，我要用这双杀人的手，在这个破寨子里劈柴。主子，属下替您劈。那帮流放犯简直欺人太甚，主子千金之躯，怎可受这种屈辱？闭嘴！本座倒要看看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。被吓傻了吧？知道本座的恐怖了吧？还不赶紧跪下求！哎呀妈呀，人才啊！小二，你快来看啊！你招的这个保安是个宝贝啊！这劈柴的效率顶得上10个壮劳力啊！他自己就是个无情的劈柴机器啊！等等，这反应不对吧？他不应该害怕吗？一天能劈这么多，咱们不仅自己够用，还能把多余的柴火卖给黑水部落，无本万粮，纯利润啊！陆保安，从今天起，你的 KPI 翻倍，不，翻3倍！嫂子，我看好你！我堂堂锦衣卫指挥使，不仅没能用绝顶武功威慑住这帮村妇，反而被当成了无情的高效打工机器。都让开！都给我滚开！官府办差，黑水部落的土司，还有那几个新来的流放犯，立刻给老子滚出来跪营！糟了，是西南县衙的张捕头。有人举报，你们林家身为流放侵犯，竟敢在黑市私自贩卖神药，谋取暴利。按照大狱律例，流放犯私自经商，罪加1等。来人啊，把这群乱臣子给我拿下！另外，把那个什么血洁清凉丹的秘方，连同他们赚的银子，全部给本官抄走！荒唐！我们这里批说流放犯不能自给自足了，你这是强盗行径！少废话！在西南这片地界，县太爷的规矩就是律例，给我锁了！区一个9品姓县令手下的狗腿子，也敢动我看中的洗钱白手套！陆保安，收起你的刀，打杀杀多不体面，还容易影响咱们公司的合规经营。今天我免费给你上第2堂课，让你见识一下我们林氏集团的法务部和公关部是怎么用合法手段
把这群狗官坑得连裤衩都不剩。拿下！大胆！大业律例大明大放，岂容尔等草菅人命！大耶律例第3卷第74条明文规定，流放犯人至燕瘴之地，首要之务乃开荒拓土，安抚蛮夷，教化部众。老夫今日制药，是为了救治黑水部落土司之女。我们不是在经商，我们是在执行朝廷的国策。尔等阻挠我们教化蛮夷，莫非是要造反？呸！少拿律例压老子！在西南这片地界，县太爷的话就是律例。少废话，把药方和赚的银子交出来，否则老子现在就把你们就地正法。原来县太爷是想要我们的药方啊！爹，您跟基层执行人员讲什么国策？太超前了。张捕头，既然县衙看上了我们的项目，那咱们就别打打杀杀了，这叫潜在收购意向。大嫂，来给官人们算算账，看看咱们林氏集团现在的盘子有多大。官爷，您要药方没问题，但按照我们林氏的规矩，收购核心技术就得承担连带债务。这血洁清凉丹的原材料，我们已经跟黑水部落签了5年的取货对赌协议，欠了部落3000两白银的原材料预付款。不仅如此，这要熬制极其困难，县衙若接手，必须立刻投入1000两白银建立专门的无菌炼丹房。这一招以其重郎，这场长联合张王安建立专门的无菌炼丹房。也就是说，您只要拿走这药方，县衙就得立刻承担4000两白银的债务。官爷，您是现金支付，还是给咱们打欠条啊？我们是来，怎么突然变成来讨债的了？4000两债务！你个疯婆娘敢诈我！张捕头息怒，我大嫂说的是商业并购的基本常识，资产与债务并存。其实我们怎么敢让县令大人背债呢？我们有个双赢的方案，大雁巢首个 PPP 承启合作项目，不知张捕头有没有兴趣听听？什么屁？什么屁？这女人又要开始画大饼了。所谓弃址合作，就是官督商办。张捕头，您仔细想想，县衙如果强抢药方，不仅要背上逼死侵犯的恶名，而且这药一旦炼砸了，吃死了人，责任谁负？是县太爷负，还是您张捕头负？但如果我们合作就不一样了，药还是我们林家来炼，风险还是我们林家来担，但对外这药挂的是西南县衙的招牌，是县太爷体恤民情、研制神药的政绩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林氏集团愿意出让10%的干股给县太爷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县太爷给我们在黑市的买卖盖上官印，发一张合法的特许经营牌照，以后我们每赚100两净利润，什么都不用干的县太爷就能白拿10两。遇到眼红闹事的，县衙出门镇压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招商阴资，官方独家垄断。不用出钱，不用担风险，还能白拿1成利润，甚至还能算作政绩。这世界上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？你此话当真？白纸黑字，立刻签约。这50两是给张捕头和各位兄弟的项目介绍费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好，算你们林家识相，本官这就回去禀报县太爷，过几天把公文给你们送来。撤！我的天，老爷呀！小儿你这个败家子儿啊，1成利润啊！咱们累死累活赚的钱，凭什么白白分给那个贪官1成啊？我不活了！疯了吗？本座昨天刚和你谈好28分庄，你今天又把1成利润送给官府，再加上你许给大嫂内部红利，林晓，你算过账吗？你这么干，林家根本赚不到钱。在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锦衣卫头子眼里，林晓刚才的行为简直比割肉还愚蠢。难道我找这个女人当洗钱白手套是个错误？
赚不到钱。陆保安，你武功天下第一，但论起合理避税与利润核算，你连给我们林氏集团扫地都不配。大嫂，别哭了，你真的以为我会白给那个贪官钱？契书都签了，一成净利润啊！对，契约上写的是净利润的10%。大嫂，你是 CFA， 我问你，如果咱们把买林老爷的笔墨纸银算作行政开除，把大哥去酒楼请客算作公关招待费，把我娘研制失败的药材算作研发损耗费，甚至我们每天吃的饭都算作员工福利补贴，把这些成本全做进账本里，无限做高成本，那我们每月的净利润是多少？是零！只要成本大于等于收入，咱们的账面上永远都没有净利润。没有净利润，哪怕咱们分他100成，他也只能分到一团空气。聪明，这就叫传说中的好莱坞做账法。我们用一张根本兑现不了的空头支票，换来了一把合法的为我们保驾护航的官方保护伞。零，全都是零！老娘要把他们算的底裤都不剩。高明，小儿此计当真是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高明至极呀！妹妹，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哥哥我服了，彻底服了！做假账，把成本无限做高，让净利润归零，从而光明正当的吞掉官府的分红，还能让官府感恩戴德的给他们当保护伞。这种吃人不吐骨头，甚至连渣都不剩的恐怖手段，简直比我锦衣卫招狱里的酷刑还要狠毒100倍。我第一次发现，原来不流一滴血也能把人坑得万劫不复。这个女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，是锦衣卫最高级别的飞鹰传书，出大事了。西南县令居然要造反！林晓，你这个蠢女人，刚才不仅给要造反的县衙递了合作契约，甚至今晚还要带着全家去那个即将被血洗的黑风集市送死。妹妹啊，我怎么觉得今晚这夜市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？阴森森的，咱们不会被黑吃黑吧？慌什么？这叫闭门邀客，定向邀约。青龙帮要是连清场这点牌面都没有，也不配做我们林氏集团的区域大局总代了。青龙帮清场，蠢女人！这是西南县令的叛军已经完成了合围，今晚的黑风一时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若不是为了揪出县令背后隐藏的废太子余党，本座下令让潜伏在暗处的锦衣卫动手了。至于眼前这个女人，等会儿乱刀砍来的时候，只要她跪地求救，自己顺手保她留个全尸也就是了。放箭！县尊有令，黑市商贩私通敌国，一个不留，杀！我的亲娘哎！奇袭？不，这是竞争对手的物理及恶意并购啊！什么人，竟然有如此身手！管他是谁，给老子剁成肉泥！陆保安，你这属于超纲工作了，算你3倍金嘎费。闭嘴，待在原地别动。
这是核武器啊！这武力值，这执行力，这 KPI 完成度，陆无常，你被转正了，明天我就给你升职加薪当安保部总监。这女人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？周围全是尸体和仙月，正常女人早就吓晕了，她居然还在算 KPI。原来是前户部侍郎家的千金，白日里你用什么狗屁好莱坞做账法骗了本官的手下，本官还当你是个商业奇才。可惜呀，你千算万算，没算到本官今夜就要举旗起事了吧？杀了你们，抢了这黑市的药材和粮草，谁还在乎什么做账分红？你这护卫确实是个绝顶高手，但在本官的10座床子弩面前，就算是武林宗师，也要被射成肉泥。给本官准备放！找死！只要我轻轻一弹，隐藏在黑风山里的500锦衣卫精锐就会从天而降，将这群乌合之众绞杀的鸡犬不留。等等！无限令，造反这么大的创业项目，你怎么能做得这么糙呢？啥？你们造反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荣华富贵。但你看看你的供应链，你们抢了黑市的药材，但你们会炮制吗？西南瘴气弥漫，你们带着大军开拔，不出10里地，你的士兵就会因为感染瘴气死伤过半。杀了我，你们最多得到一堆发臭的烂草和10具尸体，但如果你们留下我，我们林氏集团就是你这支叛军的独家后勤医疗供应商。县太爷，造反也是讲究核心竞争力的，没有强大的医疗和后勤保障，你拿什么跟朝廷争规军，打商仗战？不对，打阵地仗，只要你点个头，我们林家负责提供源源不断的防瘴气神药，保你大军一路杀到京城。我们要求不高，只要战物品的30%干股。这女人在干什么？她不仅在跟反贼讲道理，她甚至还要入股咱们的造反大业，甚至还在讨价还价，要30%战利品。这女人，这个满嘴胡言乱语、视财如命的疯女人，刚才是在保护我。入城本官的造反大业，还要30%干股？你以为这是在菜市场买大白菜吗？本官坐拥3000精甲，10座床子弩，本官一句话就能把你们林家抓回去当炼药的奴隶。本官为什么要分钱给你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创业项目存在致命的战略短板。县太爷，你看看你手下这些兵，面色发青，嘴唇发紫，呼吸粗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长期潜伏在西南深山，已经吸入了初级瘴气的表现。西南瘴气无孔不入，你们这3000人要是开拔进军中原，不出半个月就会爆发大规模瘟疫，到时候不用朝廷派兵，你们自己就死绝了。你的兵死光了，你拿什么造反？拿你那一身肥肉去填护城河吗？军队里确实已经开始蔓延怪病了，今晚来洗劫黑市，一大半原因也是为了抢药。就算如此，本官只要把你抓回去，严刑拷打，自然能逼出配方。逼出配方可以啊，但县太爷在强行收购我们公司的核心技术之前，你得先问问我们林氏集团的首席安全官答不答应。
这位陆保安，试用期工资虽然只有包吃包住，但他的离职成本极高。你若想动我，他为了保住饭碗，肯定得跟你拼命。县太爷，你这时过床子母发射需要10息的时间，你猜猜10息之内，他能不能把你这颗胖脑袋拧下来当球踢？这疯女人拉投资就算了，居然拿我堂堂锦衣卫指挥使当谈判的筹码。好，既然你想玩，本座就陪你演到底。你演到底。我们老板说了，要3成干股。我只是个保安，不想加班。县令大人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只能把你连同剩下的酒驾奴全部拆了。一脚踢碎床子弩，这他妈还是人吗？林家从哪儿招来这种怪物当保安的？县太爷，你看，武力强攻你会死，但跟我们合作，我们技术入股，你提供兵力保护，你造你的反，我赚我的钱，大家实行外包制双赢战略，多好啊！这字你签还是不签？市场部笔记，只要大饼画得好，反贼也能变甲方。好，合作愉快。林大小姐，既然你们是本官的首席医疗官，那本官现在就要行使甲方的权利，快，立刻跟本官回大营救人。救谁？救一个对我们造反大局至关重要的人。他要是死了，咱们的造反大军连个名正言顺的旗号都没有，他染了极重的毒瘴，马上就不行了。若是你能救活他，别说3成干股，本官把县衙的金库钥匙都给你。造反的旗号，西南县令之所以敢造反，背后肯定有更大的靠山手。那个患病在床的人，就是传闻中藏匿在西南的废太子。金库钥匙，大客户啊！陆保安，带上药箱，跟老板出差走一趟。林大小姐，人就在里面，快请施救。怎么了，陆保安？这呼吸声，里面躺着的根本不是什么废太子，而是3年前朝廷为了彻查西南贪腐案派出的钦差大臣，也是我曾经的恩师，大业朝最有骨气的大儒当朝太傅苏阳。恩师不是在3年前就死在西南的流寇手上了吗？为什么他会活着？为什么他会成为西南县令造反的旗号？如果里面真的是苏阳，那西南这盘棋就绝对不是区区一个县令造反那么简单，绝不能让这女人救他。这背后牵扯着足以颠覆整个大街朝堂的惊天阴谋。如果救活了苏渊，这趟浑水林家就会彻底深陷其中，必死无疑。等等，这疯女人，一个养在深闺的侍郎千金，难道也认识堂堂朝廷太傅？她究竟是什么身份？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在黑水部落教吐司背《论语》吗？你什么时候跑来兼职当造反头子了？